2023年的11月18号星期六，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今年新球季的口号是 Fire 火力全开。这个星期我们来到南台湾高雄的凤山体育馆，要为大家带来这6日2天，总共6场的比赛。今天星期六第一场比赛，女子组将由极速超跑对上凯撒饭店连锁，这是2支球队在今年赛季的第一次交手。当然，例行赛季进入到第4个星期那2支球队极速超跑是拿下了3连胜，而凯撒则是目前2连败的一个状况。大家好，我是查理。今天这场比赛跟我现场一起来播报的球评是高雄市排委会的总干事黄宏兴，最帅主持人宏兴你好，亚力哥好，大家好。当然2支球队我们知道凯撒饭店连锁，也就是等于上个赛季爱山林这是青年军的一个化身了。是。那当然每年的企业排球联赛都会利用这个企业排球联赛来磨练我们这个青年代表队。没错。那我觉得他们在前几周的这个表现上面，虽然还没有办法拿下1胜，但是我觉得在上一周他们从台北精华居然拿下1局，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对年轻小将们来说的心理建设上面，绝对是一大的一个帮助对，对于凯撒饭店连锁来说他们在前面2场比赛，第一场对台电就是一个过去连霸的球队。那也像宏兴讲的，第2场比赛面对卫冕军，去年拿下女子组冠军的台北精华，他们也曾经第3局25-22拿下了1局，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批大概只有17、18岁的这一些青年队的这个小将，他们其实是蛮有潜力的。是，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在播之前的爱山林跟到现在的凯撒，我常常跟就是球迷朋友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去看说现在的凯撒他们在比赛的结果，而且要看说这一队的他在比赛的一个过程，他们能不能够打出有效的组织，然后有效的一个配合，然后带给这些学姐们的球队们这个强队们有一些挑战性这个出现，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评价这个凯撒饭店的一个重点。是。刚才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是凯撒饭店今年的执行教练洪凯卫教练。是。过去大家球员时期大家都知道他的绰号昂丢洪荣忠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国家队的时候，他还没退役，他是我们阵中的老大哥。当然极速超跑这边他们开启了一个3连胜，今年换了新的总教练，这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Ralic 先生。虽然听说练球好像蛮辛苦的，不过感觉上这开季前3周3连胜，这开季他们虽然开出红盘是，而且其实私底下跟其他队伍的教练在讲说，哇，今年的极速超跑真的是不好打。他们的2位洋将卡拉跟阿雷这个快攻手 Blanco 都获得留用，而且今年举球补进了小杨一真。是。那当然在这个进攻上面，包括原本的一个蔡佑群也好，对，那上个礼拜在新庄打得非常好的刘双林，这位高师大的攻击手，今年在整个极速超跑的攻击火力真的是各队需要来注意的而且他们之前的队长就是阿飞陈婉婷的部分，其实现在他的伤势也慢慢的一个恢复了所以其实他的加入来说，对于超跑的整个整体战力来说，我觉得也是一大提升。本场比赛的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陈喜燕先生来自嘉义市。那刚刚亚里哥其实有提到就是超跑今年找回了这个之前曾经旅外的杨怡珍其实杨怡珍之前在国内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举球员，他在整个配球还有球质上面，他都能够给攻击手很大的一个，而且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角度来做出手，所以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他的一个配球的一业观念都非常不错。其实小杨在气排11年开始，我记得那时候还在中仙的时候，对，他连续4年都拿下了企业排球联赛最佳举球员是。球员9号就像刚才这个宏清有提到的，其实杨一真过去也曾经挑战过欧洲的意大利的一个联赛，对。而且应该说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身材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你能够到欧洲这边打这种高等级的联赛又以这样的身材条件来说的话，其实那个教练应该都是看中他很好的一个球感跟球质，还有配球的能力11号陈婉婷，13号 Carla。14号叶亮言。那这个礼拜对于极速超跑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原本这个请假回巴西的这个 Carla Santos Carla 现在归队了，在攻击火力上，Carla要知道上个赛季他是得分后嘛。执行教练 Sinisha。那所以今年我们看到超跑的补强真的就是一台跑车，然后性能又提升了非常多。是。管理徐雅竹小姐。那去看看这群极速超跑的大姐姐面对这个小妹妹的
凯撒。看看今场比赛，凯撒饭店所排出来先发名单：陈思瑜、吴文轩、许芳敏、简艺文、吴以琳、张云珍。那自由球员陈燕珍，还有队长江云婷。那另外在技术超跑这边，看到今天先发名单：叶亮妍、举球员杨一珍，另外卡拉，还有陈怡如、阿飞刘双林、詹佳英，还有李碧轩。怡如在这一波3连胜当中，虽然上场的时间并不是那么的多了，是，不过他都能够在快攻这方面对有不错的一个发挥。今年的技术超跑，其实在快攻上，本土的球员怡如啊，像是阿雷啊，都打得不错。对，哇，这个球刚开赛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状态哦，这个球是骂包球，竟然放给他过。对，技术超跑的一个接发没有到位，骂包竟然凯撒这边没有能够把这个骂包球给扣下来。其实一般来说，像这种球接发越贴近网子，队友之间都要互相提醒啊。有些人可能会晃神，或者说他专注在对位的那个攻击手上面，可能会忽略一些往上球。在2号位这边的斜线攻击得分，许芳敏。吴文轩这球发过来，小杨同样做到2号位给卡拉，这个球虽然第一时间有救到，但是可惜啊，出了界外。是，不过这个卡拉的这个球，其实他的从上个赛季来说，他的棒数真的就是各队非常惧怕的一门这个重炮啊。那本季的开幕战，还记得10月中在成大那场比赛啊，卡拉开幕战就是拿下了20分。是那场比赛面对新北中仙。啊，又是一记 S 球。这一次的罚球又是 S， 又是一记 S。哇，看来今天极速超跑是完全没有要给凯撒饭店这个小学妹们一点机会哦。虽然在例行赛的第2周跟第3周啊，因为家里有事啊，请假回了巴西。不过卡拉回来，你看马上进入到状况。是。发球出界，目前第一局的比分4比2，极速超跑暂时领先。凯撒饭店这边许芳敏的发球，这个跳发同样的球啊，没有能够包住啊，没能够压下来。不过策略是对的哦，因为你面对到超跑这么强而有力的攻击哦，你必须要先想办法破坏他们的第一波的接发球。所以发球加压是必要，但是也是要自己注意一下，控制自己的失误率。极速超跑陈怡如发球，这球同样发得很长，接发之后第一时间往下压。哇，这个球换成这个叶亮妍在往前没有注意到，球已经完全过来了。以举球员来说啊，张云珍的身高也算是蛮不错的。是。哦，这个逼快攻，结果凯撒守住。好球，就是凯撒其实就是要把握这种防守反击哦，然后你能够有效的得分，至少先把分数咬住哦。那进行到比赛的后半段的话，你可能会靠着对手的一些失误，那你机会就来了哦。发球轮到了简一文，阿飞在这边面对2个球员的一个防守，仍然是把球给杀进来。这个球巧妙的运用他左手的优势，打一个 inside out， 把球往外扫。阿飞在上个礼拜啊，面对台北精华那场比赛啊，拿下了19分。那场比赛就是让人看到是个过去熟悉当中的阿飞啊。其实是因为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全国运动会的时候，阿飞就率领新北市带给卫冕军这个高雄市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最主要其实就是阿飞这个点回来了，然后也带给这个新北市很大的一个帮助。
在这边这一次的一个攻击，凯撒守得不错。卡拉来了，哇，这个可惜啊！哇，结果是卡拉的后排攻击踩线。刚才看到是吞下来了，是但是卡拉的一个后排攻击是踩到了3米线。 所以一开始虽然是被拉出了一波4比1，不过现在年轻的凯撒饭店连锁啊追到6比6平手了。阿飞这个球用吊球，凯撒饭店的一个后排攻击，哇哦，这球喷的有够远啊！对，这个磅数也很重哦，而且打点很高哦，几乎是从这个篮网的指尖上面过去的。刘双林目前是高师大研究所的学生啊。之前也有跟高师大的这个陈英成陈教授哦，现在升主任哦，他也在提到说，其实这几年双林他现在不管说是在这个攻击的细腻度上面、手法上面都进步非常的多。可是你看他的背上这个名字蛮有趣的，林 Whisky。双林刚才发出了一个 ace。 这边的一个单脚背飞被手起，卡拉来了，哇，太想要急着，因为斜线有一个大空档，太想要急着出手，没有注意到这个放球的点了，结果是打在自己的网袋上，是挪印的哈。哎，不过超跑这边要挑战看看，刚才是不是有触到球啊？是。 在凤山体育馆，当然我们希望南部的球迷要热情一点，看到大荧幕自己出现在上面的时候，可以来对大胆的来秀出自己啊！企业排球联赛在这几年是。 售票啊，那一张票300块，那每一天300块，你可以看3场比赛，是很划得来。对，光是进来吹冷气就值回票价了。我们来看看吉鲁超跑这一次的挑战。应该是有碰到，有碰到，是有碰到。哇，那这个球就是变成是一个公正球哦。所以刚才这一分就不算吗？对，不算，不算，要公正。所以在这边。 凯撒要再度挑战啊！其实基本上在挑战的规则里面哦，因为你在 A 队已经先提出一次挑战，他是挑战拦网触球，那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到挑战裁判这边，还有跟主审最后的判决。是，他这个时候可以再挑战什么？他可以再挑战另外一个项目。没有摸到球啊，差那么远。洪凯卫教练他那个拦网跳那么远呢，是拦网触球，我就不知道这个提出挑战的这个对。 动机是什么？不过我在想，他的想法很单纯啊，就是感觉刚刚的那个画面应该是没有碰触到手啊。好，那刚才这一分就是不算了，是让刘双林啊再度来发球。这一次的快攻不错哦，举球员跟快攻手配合的恰到好处。 凯撒饭店连锁张玉珍的发球，小杨举到4号位给卡拉，再来，好球，好球。通常哦，这个他打的这个点呢，是防守者最难防守，就是在斜线这个死角这个位，斜线的死角这个位置哦。 刚才攻击得分的陈思瑜啊，那今年开季第1场比赛对台电那场比赛，他也拿下了10分。是。
卡拉这球修正球的进攻被拦回来，再给卡拉。好球！这个球从2名拦网球员的中间给穿了过去。不过现在场上很有意思哦，因为其实凯撒饭店那边有很多的球员都毕业于中山工商。那现在极速超跑的正宗的自由球员李怡轩，他其实就是中山工商的教练。是，所以其实现在是学生打老师，学生在考验老师的接发球。凯撒这边陈思瑜，这球结果发得太长了，发球出界。10比9。一开始凯撒并没有让极速超跑把分数给拉开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今天的凯撒的防守上面其实是比较黏的哈，那所以他们也间接的去创造出很多的攻击机会。阿飞在2号位的斜线攻击，凯撒守起来了。对，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看一下他们的拦网哦。卡拉，哇，这个比较可惜一点哦。这个拦回来应该是还有机会可以把球继续再做一些组织，但是接球的这个位置没有把握好。11比9，在凯撒饭店连锁这边，洪凯卫教练喊出了暂停。好不好？那个球踏起来那么高了，不要定死在那边。我们在2队的教练身上都有装麦克风啊，不过这个时候却听不到声音啊。好，对准就好，把他是偷偷把这个麦克风给关掉了。高做反击就好了，可以吗？好，球打到身上一定要守起来哦。拦网不错哦，继续哦，好，加油。带气，来。那我们看到今天极速超跑的这个候补区这边哦，替补区这边，这个阿累并没有这个站上先发，可能是有一些感冒的状况，因为他现在把口罩戴起来。对。一路把这球送高，在上个星期的比赛啊，看到 Relic 教练在场上的调度，一度场上是没有举球员，是让陈一如来举球。是。刚才凯撒这一个后排的防守又是退得太后面了。12比9，小杨继续来发，在这边的这个吊球吊得不错，好球。对，吊的时机点也非常好，球在落下的时候，这卡拉他其实身体在微微的下降，也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这个重心偏移再去救起这个球。许方敏的一个吊球得分，场上发球轮到了吴文轩。双林接发，这球比较开网的一个修正球，阿飞再给许方敏打在了阿飞的手上，也是一个成功的 touch out。其实这个球阿飞有一点点去晃神了哈，因为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举出来是蛮靠网的，那你的手型在定位的时候，应该在8、9不离10，应该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球的路线给封死。凯撒饭店现在又把，哎呀，这球结果一如挥棒落空。是，这个杨一真已经尽可能的把球制造回来，看有没有攻击的机会，但是有点太高了哦。对，接发球太靠网。对，其实今天发生过好几颗哦，这个超跑的球都直接接过去。今天在第一局，极速超跑这边接发球并不是十分的到位。那 Relic 教练这时候喊出了暂停。First, after that is going attack, but reception is first. When we come on the serve, we have to know where we have to serve, on which player. Concentrate for that, okay? 哇，刚刚在暂停结束之后，双方各一波3比0哦，所以现在分数又回到原点了。12比12。
卡拉的一个接发，陈亦儒的快攻，在中路的一个突破快攻得分。其实以儒的快攻哦，出手点并不会说到很高，但是其实他出手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往往他可以很聪明的、很有经验的把球推到一个很适当的位置来得分。哇，这个球其实让宜轩来接就好了哈。这个有点抢到这个宜轩的防守的位置。凯撒饭店发球，轮到许芳敏。哦，亦儒再来。我发现 Relish 教练在今年赛季啊，这一位新的极速超跑的这个教练蛮喜欢就是快攻的。是。我想快攻可能也是极速超跑的这个优势啊。那其实因为他们阵中有很多，不然说今天没有上场的阿累，他有很好的身材条件，那宜儒也非常的有经验哦，所以其实只要接发球到位，应该会多用快攻这个战术哦来去对付这个凯撒饭店这边。宜儒的一个发球啊，想要发对角，结果发太长了。现在14比14，又回到了平手。凯撒饭店这边简艺文的发球，卡拉接发，小杨交给阿飞，想要来制造一个 touch out。不过在这边还有收起来，做一个吊球，还有不错，后排攻击许芳敏。哇，凯撒饭店在这个时候再度取得了领先呢。对，张云珍这个球配得非常好，所有的快攻，所有的拦网者都集中在3号位的中间，准备要前面或快攻，就突然把他拉到后面的这个后排哦，交给后排攻击来攻击哦。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转换。双林的攻击再被守起来。哇，这一次的一个攻击点啊，刚才陈思瑜是不是就比较晚了？对，然后再来，其实这个球并没有推得太出去哦，所以其实他在路线的选择上面本来就只剩下斜线这边。15比15，在第一局双方再度平手。极速超跑的队长阿飞。卡拉没办法进攻啊，只能把球垫过去。这一次的攻击再被拦回来，哇哦！今天凯撒饭店的这个拦网并位上面哈，做得非常的好啊。对。吴以琳。吴以琳的身材条件也非常好，他其实身高有180公分了。好球！刘双林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哇，这个球是有点侧身哦，然后再用手腕把球打到一个大斜线的位置。陈思瑜再来，这个球被拦到。极速超跑现在又把领先给要了回来，17比16。双林的发球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对，哇，这球拦到，但是可惜打到了标志杆。其实超跑阵中就有2名选手是用跳跃发球哦，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女排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大部分还是采用漂浮球。是，那你做这种跳发的话，其实在男排里面比较多，所以其实你在造成对方的接发球上面就会有一定的压力。双林刚才想接，那
本来想要放掉，啊，最后决定要接，是，结果反而没接好。18比17，凯撒饭店现在又取得1分领先。这一次的快攻在前排，叶亮眼，嗯，那叶亮眼今天也要特别哦，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他的表现，因为他是顶替这个阿累的这个空缺啊。如果他这个点能够有效发挥的话，对于超跑来说的战力哦，其实可以维持的相当不错。对，在上个礼拜少了卡拉的情况之下，其实极速超跑的高新元，还有这个双林，在上个礼拜新庄球场的表现就非常好。是。所以我们可以今年也看到超跑的补强，特别是在板凳深度的部分哦，其实可用之兵非常非常多。利用队友的一个掩护的攻击，超跑手起。在这边选择打直线。哦，陈思玉这球打得很精彩啊！不过我刚刚看卡拉的这个表情，应该是说他本来设定给后排防守的塞因是他想要拦斜线的位置。那直线的话，应该就是防守者的工作哦。那这个球其实他有点觉得比较可惜哦，直线的防守者并没有把球守起来。卡拉这球打斜线是不是打太斜了呢？打出了界外。反而在第一局是凯撒饭店连锁先来到了20分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哈，就你把分数咬住，然后咬到比赛的后半段，你就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一局。开季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被高雄台电女排是直落3，不过感觉上这支青年队是一场比一场更好。对，就是进步我们看得见。是。而且他们今天哦，特别在第一局里面，就是主要是2个哦，一个是他们的防守，还有他们的拦网哦，今天的并位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在这边这个杀球应该是一个 no in 了。对，球还是4号位的球，还是推得不够出去哦，这个也去限制到了这个攻击手攻击的路线。极速超跑连拿2分，现在是21比20领先。啊，凯撒饭店这个时候做人员的一个调度，吴文轩下去休息，把15号的林彩珍给换上来，也是要加强这个拦网的一个高度。这边的这一个快攻，刚刚上来的林彩珍马上就建功。对，而且虽然他很年轻哦，但是我看这个球的打法，他是直接朝着这个乙乳的外侧这边来做进攻，而且是打的有一点岔链的球，让球提早的倒转，然后下坠。哎呦，林彩珍这个球，哇，触网之后的一个 lucky point。是。把这个年轻人林彩珍换上来，一上来就连拿2分，也帮助凯撒饭店连锁现在又重新取回领先了，22比21。哇，可惜啊！前一颗我就觉得可能不会进的，结果前一颗是爬过来，第2颗发球就没发进。卡拉的发球，在这边。4号位的攻击虽然是拦网球员拦到，但是出界。反而今天是极速超跑哦，在拦网的分配跟手型还有定位上面出现了蛮多的一个漏洞哦。哎呀，这球想要来做一个跳扣啊，但是这球没有发进去。23比23，这一分就会来得非常的关键。哦，极速超跑现在把准备要发球的乙乳给换下来，把年轻的高新元，高新元21岁啊，是啊，高中是来自于东山。哇，好球！哇，打得很轻松哎。
整个的背飞，他在移位跑动，然后最后起跳出手，整个动作非常非常的流畅。所以现在反而是凯撒饭店连锁在第一局先来到了局末点，24比23，急入超跑，这个时候请求暂停。 We said on the video, from both sides, please close the line. So many blockouts, so many. Okay, close completely line. Outside blocker, hands inside. Okay, so many balls. And defense cross court. That's not so strong attacks. We have to take something in defense. Okay? Come on. Come on. 那超跑这边呢，先专注在接发球，因为现在还是3支攻击手在前排的一个状态哦，好好来发挥一下攻击。简一文的发球，这球发的不错，小杨在这边做给双林，结果这个球被拦到。哇哦！青年队凯撒饭店连锁在第一局最后是以25比23，在凤山体育馆这个星期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的青年代表队凯撒饭店连锁在第一局先持得点。 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 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 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 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 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2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2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瑜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 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ou me。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 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我
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场上在打真的企业排球联赛啊，在观众席看到，在等待这个第2局的空档，观众也把手机拿出来打起了这个排球的这个手游。在今天11月18号，我们在高雄的凤山体育馆为大家送上凯撒饭店连锁对极速超跑的比赛。在第1局，哇，这个小妹妹25比23哎，拿下了第1局。第1局的攻击得分率明显的凯撒饭店要比极速超跑来的有效率的多。虽然极速超跑在第1局有5个发球直接得分，但是竟然丢掉了第1局。那在第1局双方就互换领先，有7度互换领先，16次平手。对，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哦，今天的凯撒饭店他在防守上面这个非常的黏，然后也帮自己制造出很多的这个攻击机会。那攻击手都有效的可以把握这个防守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再加上今天极速超跑的拦网上面确实的出现蛮多的一个漏洞的。是，所以上个礼拜对金华，上礼拜对金华拿下了1局啊。那凯撒饭店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新球季的胜场数来开壶。哇，好球！哇，许芳敏这一个重炮不错哦。哇，这一次的快攻又感觉没有配好。阿飞这个球，哎，这样也可以得分。哇，阿飞这球好像只是轻轻一碰啊，那球碰到了网带，也让前排的防守球员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排球选手这个手腕真的非常厉害。卡拉的发球，哇哦！这个球完全让自由球员啊，这个陈彦真没有办法来接啊。哇，又是一记很强劲的跳发。是。连续2个发球直接得分，3比1。一般来说，遇到像这样子的强力型的跳发选手我们教练都会要求这个选手，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接到位，你至少先把球接高，想办法先把球接在场地里面来打修正球也没关系。哇，这个球又是 inside， 宪审直接比了界内的一个手势。那现在洪凯卫教练这边要来挑战看看。这个球很接近不过我觉得比较多的这个可能性来说是想要缓解一下这个卡拉的球感。
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哦，这是一个好球了，好球。不过就像洪金讲的，我觉得洪凯威教练挑战等于也是让这个年轻球员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是，其实有时候某种的阶段的时候，你运用挑战也是一种例外的一种暂停。是。卡拉今天才第2局还没打完，他靠发球已经是拿了5分。你看这个球确实被影响到了。是。今天卡拉也成为凯撒这边发球锁定的对象。修正球只能垫过来。宜轩送到网前，阿飞这个球虽然哇很聪明的阿飞，对，面对简逸文，简逸文这球想要往下压，对，结果反而压出了界外。其实不应该是往下压因为阿飞的球很明显，他就是想要把球往外拨，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力量把它往内压回来。这个真的是经验球了。是。李如的发球，李如发给简逸文。这又是超跑的一个机会，刘双林在这边的攻击得分。在第1局被凯撒饭店连锁拿下之后，极速超跑第2局可以感觉上，在整个攻击是展现的比第1局更加的积极啊。从结巴球先出发了，好不好？不用急，一个一个打。从结巴球先出发。现在拦网还不错啊，都拦得到、探得到了，所以后面手背那个脚步稍微灵活一点。哦，看到那个球，我们假如有拦到喷起来，脚步要灵活一点，好不好？来不及要扑把它救回来啊，可以吗？来，加油！拦网的企图心再重一点，可以吗？来。在凯撒饭店连锁这个教练团啊，当然洪考威教练球员时期是大炮，那另外一个教练林国军，对，也是举球员出身。而且我们这些年轻的教练啊，整个口条都非常的好啊。暂停过后回来，陈怡如发球，这一次的接发又没有能够到位啊，修正。简逸文的攻击打得有点虚啊。对，这个球其实选择上也没有那么的好没有那么的恰当，因为这个球其实基本上已经开网了，那你还要选择一个大斜线的角度把它打过去，那挂网的几率就非常高啊。比分来到了7比2，极速超跑现在在第2局取得5分领先。伊瑞的发球发给刚换上来李斯，在这边这一个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啊！极速超跑。对，超跑一定要像这一颗球做好这个并位的拦网他们今天在拦网上面看一下第2局会不会比第1局还要好一点点。凯撒这边再把6号的潘慧勋给换上来。伊如的发球已经是连续得分了，比较开网。刘双林这个球出界。双林在整个进攻上啊，这个大炮这个磅数也很够。是。比分一下子拉开了，变9比2。李思一接发，在这边的攻击，李思一终于是中断了极速超跑最近的这一波啊连续得分的攻势。李思一这名球员其实他的功能性非常的广泛那其实他也可以当成自由球员，他防守、接发球的能力都非常好。那攻击上面呢，他的机动性也非常的不错。许邦敏发球给卡拉，这球垫高。李思一又来，做给卡拉做一个吊球，还有，这个球要来挑战，可能他认为是提前落地了
在极速超跑这个时候是提出挑战了，是刚才的一个扣杀，他认为是已经落地了。是。那现在这个进行的挑战呢，也是今年的企业排球联赛哦新增的一项挑战项目。对，其实这个在国际总会还有目前的亚排联的部分的比赛，其实已经有了。那其实我们企业联赛到今年哦，才把它新增到这个新的挑战项目里面。真的是落地哦，确实是落地哦，对，真的是先落地哦，所以在超跑这边挑战成功。现在比分来到了10比3，队长阿飞的发球，李思一接发之后，这一球哇又没有机会。小杨直接在网上啊，这球拨向空档。是他很清楚哦，对方现在正在专注着执行拦网的工作哦，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冷不防来了一个拨球，其实是很好的时机啊。江承义上来，把张云珍给换下去，换一个人来举球举看看。李思一这个攻击球，结果拦网的时候碰到了标杆。对 ，touch out。11比4。哦，这一球。 结果在凯撒饭店这一边的攻击，再度的是打在网上。感觉到第2局哦，在卡拉整个连续的 S 球过后，这个凯撒饭店这边的气一直打不起来啊。潘慧君的斜线攻击被守起来，卡拉这个球守得不错，后排。 卡拉再来做一个吊球，好球，在整个强攻跟虚攻上面哦，转换上面运用的非常好。比分现在来到13比4，极速超跑有9分的领先。在这一局，洪凯卫教练喊出了第2次的暂停，不要守斜线去补小球，好不好？现在大炮去补小球，因为他们现在没什么在打嘛。 都在吊球而已，先用侧边的就补小球，那你就守长了，守直线就好。OK， 拉网慢一点，打在吊球旁边把它补起来，好，不要被他打乱了，他们就打一下吊球一下，打一下吊球一下而已。来，抓回自己的节奏，球好的话速度打快一点，来，这样，来哦，加油！洪凯卫教练主要是交代年轻球员啊，这个把自己节奏打出来，不要被对手带着走。是。 因为很明显，在第2局就是极速超跑在整个控制的场上的一个比赛节奏。后排攻击，许方敏这个攻击球被守起，卡拉，这应该是 no in 的，对，打在网带上的一个 no in 4击球。卡拉今天在攻击的失误上面确实比较高一点哦。13比5。 吴以琳的发球，叶良人的快攻被守起，不过还是只能做一个修正的进攻而已。后排，刘双林这球打在网上，阿飞的后排，结果被拦到了，林采珍。 哇，这单扣啊，林采珍，而且他是从3号位移位过来帮忙斜拦的，结果还被他拦到。13比6。哎，哇哦，吴以琳的发球直接造成了刘双林这边接发的失误。
这球发给阿飞，哎，在这边的球处理上啊，李思一出现了失误。其实这球应该是守得起来。对，其实站位都已经站到了哦，但是就是这个瞬间的反应。叶亮言上个礼拜11月13号刚过生日，啊，极速超跑有蛮多球员是11月生日，叶亮言上礼拜生日，啊，下礼拜是队长阿飞的生日，阿飞是11月25号生日。是，简单来说，蛮多天蝎座的。哦，我也是11月，啊，值得庆祝。卡拉来了，哦，这球其实打得不错啊，潘慧君，可惜出界，而且直线已经基本上没有防守者了啊。这个球要来挑战，当然攻击是打出了界外，不过在凯撒饭店连锁这边要挑战看看，是不是刚才有拦网触球。哎，哦呦，这个刚才手应该是卡拉的手啊，应该是没有碰到了哈。所以在超跑这一分还是算的，15比8，还是维持的7分差距。极速超跑举球员小杨的发球。哇，队友掩护的一个时间差，许芳敏这个球有。卡拉在2号位的重炮。16比9，技术超跑还是很倚重卡拉在前排的几个位置哦，大部分的攻击还是都把机会制作给他。阿飞，这球守起来还有哦。一如的快攻也被凯撒给守起来。修正球，潘慧勋把球送过去，超跑这边阿飞再来，这球转直线，哦，这又是一个经验球。那超跑现在呢，一定要好好把握这几波的攻击机会哦，特别是在卡拉发球的时候，这几轮哦。这球发的比较短。在这边的一个拦网做得不错，哦，双林这连续2波的这个个人拦网的，哦，相当精彩啊！直接一个人挡住一队的攻击，真的有双林。而且他刚刚有先做一个举手的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在示意说，我来就好，我来就好。哇，比分现在来到18比9了。卡拉的发球结果发出了界外，18比10。凯撒这边林采珍发球，宜轩的这一个接发球没接好，骂包直接在网上啊被压了下来。今天真的还蛮多这种接发球过网的状况出现。阿飞的一个斜线攻击，得分打在了林采珍的手上，喷出了界外。而且阿飞的这个
2号位的直线攻击哦，隐秘性非常的高，他的身体，其实他的身体还有脸的面向一直都是面对着斜线，最后只是转动他的手腕而已。对我刚刚讲错了，应该是直线啊，我讲的斜线攻击。一文发球，简一文接发，在这边3个人来拦许芳敏。 又把举球员换回来，是。20比11。这个球出界了吗？这个球。 简一文应该是没有摸到球啊，他本来想要做卡吧，结果这个球是界外。哎，阿飞这一球就是改变的一个攻击的方式啊，切到中间来的一个攻击得分。 对，一个很典型的哦，一个 A 快掩护之后的一个时间差战术。哇，这个接发又被破坏了。在这边的攻击有没有 touch？ 简一文攻击出界，不过主审一裁啊，认定这是一个 touch out。对。 21比13，简一文的发球，在这边刘双林，这个球被手起哦。这个 B 式快攻交给叶良言，也被手起来。小杨再举给后排的阿飞。哦，不错，双方非常多的来回。 这次的攻击有了，许芳敏打进去了。哇，凯撒饭店打得非常精彩哦，展现出这个在对抗当中这个韧性。连续守住了在极速烧烤这边4波的进攻。对。哎呀，这球这次的发球，简一文出现了失误。22比14。 双林今天到目前为止拿下了7分。潘慧勋这一个快抹，交给后排许芳敏，打出了界外。又把陈思宇换到场上。卡拉的一个吊球，陈思宇这一球没有大力打，也是把球送到前后排的中间，是用一个戳的方式哦。而且他这个戳呢，其实他不是戳在正直线的位置，他是有一点点要放在中间的这个三角地带这边哦。 吴依林这球发给卡拉，卡拉在这边做一个往右边的吊球，哇，这个球吊的也是非常精彩。其实，在这一局，卡拉很多的吊球。对。24比15，极速超跑现在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点了。陈思瑜的一个斜线攻击有。 哇，
哦，超跑在防守的站位上面可能要再交代一下哦，感觉他们今天的很多的防守站位都有点重叠了。修正球卡拉，最后是打在篮网球员手上的 touch out， 也拿下了最后的一分，25-16。极速超跑在第2局扳回了一城。前面2局打完之后凯撒饭店连锁跟极速超跑目前是1-1。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弹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
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好，我们看到极速超跑在第2局25比16扳回了一城啊。不过在第2局两边的整个攻击效率，严格来讲啊都不算好。对，那年轻的凯撒饭店连锁啊，在第2局单局出现了7次的失误，而且等于是第2局的前段啊就被极速超跑把分数给拉开。对，其实第2局凯撒饭店，你说是超跑打得特别好吗？但是其实不然哦，其实超跑还在持续的在调整当中，主要就是第2局的凯撒饭店出现自己太多这个非受迫性的一些失误，所以导致说在前半段的时候就让超跑把分数拉得非常的开。我们来看到两队到目前为止这个得分的一个状况啊，当然凯撒饭店连锁这边许方敏到目前拿下了9分，全队最高，而极速超跑这边是外援卡拉 Santos 到目前为止是拿下了15分。卡拉又来了。哇，以他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超跑制作非常多的战术给他哦的情况下，今天得分应该有希望可以破30分了。这边的一个接发球过来被守起来，后排攻击刘双林，凯撒这边送到4号位这边的一个长攻得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时刻哦，极速超跑的拦网，他只要球越过之后，最后若被攻击得分，拦网者都会回头看一下防守者，所以代表说他们今天在整个拦网跟防守之间互相搭配，这个布阵上面应该有出现一些问题，默契上是对不对？有时候会出现一个 mismatch。这球有没有 touch 呢？简一文的攻击出界。2比1，卡拉的发球，简一文接发是一个骂包，但是这个球送过来，极速超跑这边场上没有人去处理这个球。刚才卡拉是气得跺脚啊！你看到这个球接发球的骂包，哇，今天已经应该有连续2颗了哦，这一颗是怡如，然后好像在第1局的时候亮眼，好像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球又是只能修正了。简一文的斜线攻击被守起，这个球还有吗？4比2。刚才看到许方敏整个人在地上滚了一圈。陈怡如发球。今天一路都是发这种对角的长球。对。哇，这个球直接被当作骂包来处理了。这个球就有注意哦，然后以吴以琳的身高再往前，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得分时刻。卡拉接发，小杨交给外面切进来的阿飞。哇，这个手腕的这个瞬发力哦，手腕的力道真的是有够强，没有很大的一个身体动作，但是光靠手腕可以打出这样的角度跟这样的磅数。哦，今天在凯撒饭店，其实他们在两侧的这个攻击上，其实发挥的还不差呢哈。陈思瑜，
超跑的拦网哦，在并位上面还是没有改善的。这个球很明显就是中间移位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补齐这个漏洞。吴以琳的罚球又造成了超跑这边的一个骂包。双林这一次的攻击有。 双林到目前为止得分也来到9分了。这球是一个 touch out。 凯撒饭店这边戴军方的发球，小杨做快攻，这个球可以打回来，做给卡拉，这球打直线，还有再做给卡拉，只有一个人拦网情况之下，这球直接打在后排啊，戴军方的一个手上喷掉，他也很有风度的过去致意一下，嗯。 本月寿星叶亮言的发球，今天到目前为止拿下了4分。哎呀，出现了发球的失误。我刚在入口处哦，还刚好遇到亮眼的家人一起进来，然后他爸爸目前也是算是国内的一个排球教练哦，在嘉义县的这个朴子国中。 球的处理上啊，整个凯撒队这一球处理还是不够细腻。8比6。这边的斜线攻击被守起来，卡拉来了。 哦，这个球陈思瑜有点可惜哦。这个球如果他左手稍微往上一推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把球救起来。嗯。现在9比6，吉屋超跑有着3分的领先，在凯撒饭店连锁这边喊出暂停。 开季3连胜，保持不败的极速超跑。今天要寻求他们开季的4连胜。简艺文的攻击有，落点打得很长哦，几乎是在线边了。 阿飞来了，这球选择用吊的。哦，这球也是3号的许芳敏攻击得分。这个球很有意思哦，其实许芳敏并没有做太大的这个长距离的助跑，他其实只有助跑大概2、3步，然后还能够有这样的爆发力。好像这种沙滩排球的这种打法哈。 比如这球拨向了后排，还是被凯撒这边给守起来。在这边的一个拦网，阿飞跟怡如2个人成功的拦网。
拿下了这一分10比8。其实这两个人的拦网，你看他经验就很有侵略性了。对。怡如的单扣，这给吴以琳的球可以再稍微高一点哦，让他发挥他的一个在空中的优势哦。那这个球很明显就是有点太低了，太短了哦，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做闪避。哇，又一颗是哦，跟教练已经快抓狂了。这种骂包球是应该要直接把分数给拿下来的。对。哦。哇，马上被换掉。把高新元换上去啊，双林换下来。场上比分11比9，目前在第3局还是超跑领先。陈怡如的快攻得分。我们刚刚有提到怡如的快攻就是出手打得非常的快哦，然后落点非常的这个准确。这一次的发球又造成了在凯撒这边啊接发球的一个失误啊，现在机会，阿飞再做给阿飞，哇，这一次被拦了回来，在界内落地，所以这个球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哦，在杨一真的选择上面是不是可以更好？因为其实刚刚如果把球举到4号位的时候，凯撒的拦网者的这个高度是最矮的哈，是最低的。高新元的攻击，凯撒那边守起来，后排。哎，高新元这次没有重扣啊，反而是一个软扣。收到了效果。上个礼拜赢球之后的赛后访问，问高新元为什么在场上都是随时随地都是这样的笑啊？是，感觉上是一个非常大心脏的一个球员。队上的开心果哦，有时候气氛需要靠他来带动。陈思瑜的攻击制造了一个 touch out。13比11，吴以琳的发球，哇，这个球没有沟通好哦。对，吴以琳感觉是别人会来做修正，结果最后他自己出手了。哇，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失误啊。所以年轻球员下来的换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是教练就提醒他们耳提面命一下。对，这种机会教育是最有效果的。这很必要哦，因为他们实际才刚面临过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再加上教练再跟他讲解说明一下，其实他永远就会记在心里面。张云珍这球发给卡拉，叶亮言的一个。背飞背手被拦回来，卡拉的这一个斜线攻击也打出了界外。这个球包球没有包好，打出一个类似像漂浮球的概念。阿飞的后排攻击。修正球的进攻，陈思瑜再做给卡拉4号位，选择调后排，比较开网啊，做这个球，结果是打在网袋，应该是一个4级球吧？这应该要来挑战了。
我的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一个 no in 啊，不过现在急速超跑要来挑战，看看对方是不是有触球。这几次的防守也好，接发球也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都是修正球做给这个 Santos， 但是他其实都没有成功的把握住，反而连续出现了蛮多的失误。哦，高雄台电女排啊，他们下一场比赛要来面对新北中仙，南北大战，而且这个星期是高雄台电女排的主场周，有没有碰到？有，有碰到超跑今天挑战2次的拦网触球都成功哦。所以这个球是超跑得分。叶亮言球发过来，比较靠网。张玉珍刚才想要单手来救啊，都没办法救起来了。所以接发球真的是排球比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超级重要。你没有接发球的话，你后面的组织进攻，你有再好的战术、再好的攻击手，都会被影响到。16比13，这一个攻击，叶亮言球碰出了界外。刚才凯撒是许芳敏的攻击得分，场上发球轮到7号陈思瑜，16比14，修正，陈思瑜的后排这球出界了，对，也是没有包到球。这球骂包，凯撒救回来，还是没有能够过网。波刚一路的这个骂包球也处理的并不是很利落哦，还有让这个凯撒这边有继续救起来的机会。18比14，那洪凯威教练这时候请求暂停。暂停过后回来，在这边的这个吊球，一路把球送高，卡拉在这边的直线攻击被手起。凯撒饭店的后排攻击，这球打在林清源的手上出界。这个球也是有机会守起来的哈，但是最后的这个球的转速还有这个力道，还是影响到高馨源的防守。林采珍，小杨把球送高给后排的阿飞。简一文这个攻击不错哦。对，最后一刻选择直线的进攻靠着手腕的一个翻转，推到一个很深的位置。小杨交给卡拉，这个球有点难排的感觉。哇，结果是落在界内啊！最后一刻，李怡轩放掉，可惜。卡拉心里面想：我花那么大的力气打了这颗球，结果你给我放掉。
今天在一些判断上，其实超跑今天这种 mismatch 蛮多的。20-17，现在超跑又把领先的分数拉开到了3分。哇，今天哦，卡拉轮到他发球的时候，至少我目前的印象当中，至少得1分。这球推直线被守起来，哎。 场边在这边看到凯撒要喊出挑战的，认为刚才这个推直线的球已经先落地了。对。现在刚刚画面带到的那个哦，这个阿姨哦，她其实是韩国人。 这位，她是韩国人，而且她是韩国的排球界里面第1位女裁判。哇哦！对，刚好这一次是来台湾。对，我昨天晚上跟她一起吃饭，没有，刚好是他们这几因为前阵子刚结束华中杯嘛，那其实韩国队有来参加，然后也进行了3场的表演赛，那应该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来的。哎，没有触地啊，这球是一个挑战失败啊。对。 这应该是一个漂亮的救球啊！那所以凯撒饭店挑战失败的话，那这1分就丢了、直接对，因为他刚刚是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就按蜂鸣器，他让比赛终止，所以这个球如果他没有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对方直接得分。哦，对，但是如果他挑战成功，这个球就会变成公正球。再来看到卡拉的这个发球又是一个 ace， 所以现在连续的挑战，凯撒饭店再来挑战这个球界内界外。 超跑催泪，果然今天其实就像刚才洪金讲的，今天卡拉这从第1局到第3局的发球，每一局都有发出 ace 啊。对，卡拉今天得分也超过20分了。 哦，这球结果是一个出界哦，在凯撒饭店这边挑战成功，所以 S 球没收。而且这个落点其实 S 那个界外的距离是蛮大的哦。是。许方敏的发球，阿飞，哇！ 阿飞在复健的这个过程当中哦，除了本身的这个伤势之外，应该也做了蛮多这个重量训练，来帮助自己提升这个攻击球的磅数。卡拉在这边，高兴元选择吊球，这个后排攻击陈思瑜被拦到，小杨把球垫过去。 哎呀，这个球有点太开了。选择吊球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真的球的开的程度有点太多了。阿飞，对这个球，你看他吊直线是正确的。对。但是因为太开，它会影响到他出手要用多少力量。哦，好球，漂亮的鱼鹞。还有，这球送给高兴元的一个攻击被守起。
想要做给后排的卡拉，但是没有配合好。现在反倒是在这边，凯撒饭店连锁啊，回进了一个后排进攻得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凯撒饭店在这个多波来回之后，最后都能够有效的得分哦。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哦，凯撒饭店这群年轻小将们的一个成长。是。刚才后排攻击得分的是6号的潘慧勋，超跑这边喊出了暂停。我觉得画面上的 Relic 教练啊，今天对于超跑球员场上的表现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对，今天失误蛮多的。是，而且特别是好几次的往上球都没有直接第一时间就帮助球队得分了，这应该是他蛮生气的一个点。这个球在往上直接扣下来，不过超跑手起。哎，在这边直接吴以琳，不用等到第3次再攻击了哈。而且这个球卡拉其实第一时间送过去的时候，他是送给举球员的手上，所以举球员的能力来说，他一定会有他的一定的技术哦，第一时间就做给攻击手。第3局还很难讲哦，因为现在凯撒饭店连锁追到了21比22，只落后1分了。阿飞这边的一个攻击，这1分有稳定军心的作用。哦，这个球思雨在定位上面也定错了哦，因为是左手的球员，而且球持续在流动，应该可以定位在定的外侧一点。高欣源这一个进攻有没有 touch 呢？应该是有吧。这球攻击出界，不过现在在技术超好这边要来挑战，是不是有拦网触球？刚才高欣源的打点比较高啊，蛮高的。哇，这个球没有直接出界了。分数又回到1分差。哇，又是一记 S 球。这球卡拉怎么会接发球扑了个空嘞？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他是不是可能被高欣源稍微影响到了哦？哇，很伤很伤。这连丢这2分啊，也让塞尔维亚籍的 Relic 教练啊再度喊出了暂停。感觉他的表情看起来真的是蛮生气的，因为他可能今天有给球队一些目标，但是目前球队的执行率上面应该不如他预期了。今天在这个对战组合啊，凯撒饭店能够第1局25比23先拿下第1局，已经让很多人是觉得大感意外。是。那现在。当然，第2局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第3局现在又是23比23平手，所以我觉得刚才 Relic 教练喊的这个暂停对超跑来说是真的有必要的。哦，这教练得分呢？对，果然哦，影响到发球员的这个节奏。这一个斜线的攻击打在自由球员的一个手上啊，打在詹嘉一的手上，喷出了界外，24比24。
凯撒饭店连锁这边化解了极速超跑在第3局的第1个局末点。对，举球员张云珍的发球，卡拉在这边面对拦网球员成功的攻击得分 ，touch out。这个时候换上蔡佑群要来发球，哇，这是佑群今天第1次上场。是。叶亮言下来，佑群的发球，在这边结果他们自己没有配合好，所以在第2个局末点极速超跑顺利的拿下。不过第3局说实在的打的是蛮紧张的啦，26比24。在这场比赛看到例行赛季的第4周第3局极速超跑26比24，在这场比赛率先取得听牌优势。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
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11月18号星期六，在南台湾高雄的凤山体育馆，今天极速超跑跟凯撒饭店连锁的新赛季的首次对战，看到第3局，其实哇打到26-24啊，极速超跑才算是有点惊险的拿下第3局。不过从整个双方的在第3局的一个得分效率、比赛内容看起来，其实双方都没有打出这种很高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攻防，对，反而是就是失误跟失误之间的一个比较而已。当然在单局啊，看到凯撒饭店连锁出现了11次的失误，不过极速超跑这边也出现了8次的失误。在4度平手的情况之下，24-24平手情况之下，极速超跑拿下了最后的2分。不过我相信啊，就算今天极速超跑是如果拿下胜利的话，可能在整个赛后的一个训话，那个瑞安西教练可能会对今天的这个比赛内容不是那么的满意。对对对，其实发挥打到现在，准备要进入到第4局哦。如果我们今天看整个2队的整体的综合表现来说，真的是凯撒饭店发挥的比较好。今天不管是在进攻上，或者是拦网啊。这一批年轻的青年队的这些球员，他们真的都算是拼尽全力，虽然失误也是蛮多的。是。第4局开始，极速超跑先来发球，这一次进攻被超跑给守下。阿飞，这次进攻被拦回，再交给卡拉，穿过了拦网球员手之后落地，后排的补防啊，第一时间并没有及时跟上。对。不过这个球其实也运气不太好，因为这个球打到网袋之后弹到拦网的后方了。杨一真的发球出现了失误，1-1。凯撒饭店连锁的陈思瑜，今天到目前为止也是双位数的得分，拿下10分了。逸轩的接发，卡拉。卡拉再来，结果这个球哇是被拦到吗？应该是自己打挂网哦，还是 no in？ 对，今天很多这种球哦，在第2波的时候，卡拉的攻击哦，自己的节奏上面其实并没有掌握得很好，反而是有点太急，而且他都想要打非常非常大力的球，那也造成说自己的失误率偏高。在这边，怡如的快攻也被守起来了。凯撒这边做一个背飞，应该也是一个no in的4击球吧。这个球给吴文轩的背飞哦，球有点太短。卡拉的发球，这边这一个拦网在界内落地。这个双林真的很喜欢这种个人拦网啊！哇，今天已经在这个二号位，他的4号位的位置哦，已经拦到非常多颗了。
哎，这边这是一个 C 快攻交给陈亦儒，快攻得分。对，而且是单手举球。好啦，这球发的比较短啊。连续2波的进攻都被拦到，不过这一次阿飞球碰出了界外。这个球也打得很聪明哦，在完全已经被锁定的情况下，而且球又偏短的情况下，往外一拨，反而拨成了 touch out。潘慧勋其实他的个头不高，不过有看得出来有用这个头脑来打球了哈。阿飞的一个斜线攻击有。哇，这个超跑这群学姐们哦的攻击力道确实哦，这个学妹们有点招架不住啊。比如到目前为止，今天是拿下6分。在这边，这是一个成功的拦网。许双林这次是2个人一起拦，对，不是1个人。6比3。陈亦儒发球，亦儒这次还是要发比较长的对角吗？看看是不是发给潘慧勋？不是。潘慧勋修正球的攻击，亦儒把球垫高，阿飞，哈哈，阿飞这个球是双手，感觉像举球一样把球送过去而已。但是大家不要去看哦，他虽然只是一个单手的举球动作，但是他其实有时候他会去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说放在哪一个点对于凯撒饭店的破坏力是最强的。在3比7啊，4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凯撒饭店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来一下快攻，你想打什么？让他踩出去啊，让他单脚飞出去，单脚飞出去，然后那个你切1号，他要打单脚，他这样飞出去，你这样进来，好不好？让他先飞出去，你再进来，好，给他打一个，闪一下，慢一点，接一个，接一个。当然，如果要完成这个教练这个打快攻的交代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发球一定要到位，对，你才能够让吴以琳来打出成功的这种单脚背飞啊。那现在就看看陈亦儒的发球，那这一波凯撒饭店的接发能不能到位了？潘慧勋这个接发没到位，你看确实哦，影响到这个战术的运用。对，没有到位，你怎么背飞啊？完全飞不起来啊！阿飞在2号位边的攻击得分。所以刚刚的这一个来回啊，我们就可以充分去体现到说接发球在排球运动里面到底有多重要。这次单表背飞有组织起来了，但是拦回来，年轻球员这个时候面面相觑啊。这个球应该是张云珍来举球，但是他被简逸文挡到。那这个时候吴以琳应该就第一时间要跳出来帮忙做修正的动作了。因为大家反而在前排这边挤成了一团。对。今天在第1局跟第3局，其实凯撒饭店都打得不错，都能够把比分给咬住，甚至是有第3局也是有拿下那一局的一个机会。哇，这球打在自由球员陈彦真的一个脸上吗？应该是打在胸口的位置。来看一下慢动作，阿飞的一个攻击，胸口的位置哦。不过对于这个年轻小将哦，用这样子的球的磅数来给他们做训练，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哦。
因为你到国外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不要说欧美啊，在亚洲的时候，其实现在各国的这个年轻选手的磅数一直都在提升哦。其实，在第2局，超跑能够在那一局25比16大比分的一个拉开啊，前段陈亦儒的发球也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啊。这一波的进攻被拦回来，潘慧勋选择用吊的。哇，这个球没有接好。陈思怡把球送过去，这个是超跑的机会，阿飞又来了。这球已经先落地了吧？是，所以刚刚看到简一文这个球，他在接第一颗呛死球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去注意到说，这个时候我的举球员是从后排进来，还是他已经在前排？哦，所以这样子也浪费一次的这个攻击机会。感觉这一局哦，跟第2局有点像哦，是属于比较前面呢，就分数就被极速超跑拉得非常的开。叶亮眼的一个快攻被守起，现在交给刘双林，这球再做给双林，这一次有了。哇，杨一真的这个举球也很精彩哦。面向完全没有一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举出一个很稳定的4号位长攻给刘双林，而凯撒这边完全拦网球员是来不及跳的。对，其实也被这个杨一真的动作有点被骗到了。以为他会举到2号位那边，对不对？对。开网球，潘慧勋，双林再来，这次选择吊球。潘慧勋这一球被拦回来。连续潘慧勋几波的进攻都被超跑给守住，阿飞的一个吊球，潘慧勋再来，双林，这个修正球的攻击，许芳敏自己打在网上。是我刚刚正要说，今天有很多次这种来回波，很多超过5波以上的，最后都是凯撒饭店得分，但是这一球是极速超跑来得分。这边直接在网上啊，双手把球给压下来。现在分数已经是拉开到了2位数的分差，14比4，在凯撒饭店连锁这边再度的请求暂停。两边的攻击手都一样，你们现在的拦网，你们的落地都想要打在这边，都想要打在6、7米、7、8米这边，不用拉长一点，打到8、9米这边，拉长一点，那个球才会喷呐，好不好？你们都把那个点拉太前面了，稍微拉长一点，他们拦网高嘛，好不好？把点拉远一点，拉远一点 ，OK， 来加油！快攻配一下，掩护一下。基本上交代攻击手哦，把这个打点再落得更深一点，大概到8、9米的位置哦。那把球打长，那一方面可以去减少直接被拦回来的这个几率哦。那再来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touch out。暂停过后回来，阿飞的发球。潘慧勋接发，这球交给后排，看到许芳敏的后排攻击得分。哦，确实哦，又把教练的话听进去了，打得很长了，打得够长了吧？不过这个球是有点闪避不及，应该是一个界外球。阿飞下去休息，把年轻的高兴元给换上来。
在这边又是切进来，在4号位的攻击得分刘双林。哇，中间的拦网者要跟过来已经来不及了。哇，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叶亮妍跟杨一真的一个双人组合拦网。当然在极速超跑啊，由于小杨这个点啊相对比较矮的一个关系，所以拦网方面他是比较吃亏的。是。哇，差一点碰到标志杆了。在这边小杨自己来了。基本上现在的极速超跑才是完全已经打开的状态，是在各项的技术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出来。他们可能刚才有听到我们在3局结束之后讲说今天的发挥是不如预期啊，要证明给我们看。是。陈思瑜的一个攻击拦回，再做一陈思瑜，这一次打得比较长了。对，教练的话有听进去啊。凯撒的机会，陈思瑜的攻击球被拦回，修正，在这边蔡佑群的攻击结果出界了。哇，这阵子超跑连续的失分哦，有点小乱流的感觉，要赶快回稳。哦，蔡佑群想要尝试一个放短球，结果力道没有掌控好，又失了1分。我觉得今天佑群这个上场的机会不多，好像身体是完全没有热开了。对，因为他毕竟可能是到第4局哦，第3局的末半段才换上去发球。不过现在还好，今天这个第4局领先的分数够多啊。这个快攻得分叶亮妍。看到在候补区，这个卡拉跟阿飞哦，应该今天的任务已经结束。目前这样的分数应该是可以靠场上的选手把这场比赛给收下。4号位的攻击得手，不过现在分差18比9，极速超跑还是有着9分的领先优势。这球真的也是最近他们的凯撒的攻击球都打得很长，都打得很长，都没有往下打了啊。哎，小杨又是一个看似举球，其实是偷袭的一个送球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气牌的这个举球员哦，特别喜欢为自己制造得分的举球员，一个是杨一真，一个就是金华的这个廖宇任。是。好，这一次切进来的攻击得分有了，高欣媛。分数现在来到20比9。这一次的快攻举的球应该又是不够高啊，被拦了回来。这一次蔡佑群的一个拦网，这球应该不是拦到，应该是no in哦。是。杨一真的发球。潘慧勋接发没有到位啊，只能够修正。这球忙中有错，又打到了标志杆。
哇，整个今天的双数局，第2局、第4局，凯撒饭店好惨哦。陈思瑜被换下来，把背号5号的李思一再度换上场。超跑这时候换上吴永涵哦，他是一名左手球员。打的位置也是大炮。一路的一个快攻，这球又是前排这边的一个疏忽啊。这个就是年轻球员他们没有去注意到，因为排球是1、2、3的运动，你的第一颗会影响到第2颗，第2颗会影响到第3颗，所以你在第1颗接球的时候。特别你要注意到，第2个通常来处理的就是举球员。那你要去思考的是，举球员是从后排进来，还是他本来就在前排？所以你接的球呢，你必须要让他很从容、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来执行举球的工作。友群这一次啊，是扎扎实实的攻击得分了。对，不过他热开的时间也是比赛要结束的时候。24-9，这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赛末点了 ，match point。凯撒饭店李思一，好好的利用这8秒的发球时间。小杨举给从中间切进来的蔡佑群，好漂亮的时间差攻击啊！25-10，在第4局完全是一个大分差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悬念啊！恭喜极速超跑啊，在今天这场比赛啊是以3-1啊，他们击败了凯撒饭店连锁，在这个赛季2队的第1次交手啊，拿下了胜利啊，同时也是开季极速超跑的4连胜，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新球季啊保持着不败的战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来听听赛后的记者会，教练跟球员怎么说。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
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Jimmy。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在今天11月18号，恭喜极速超跑拿下了开季的4连胜。那赛后的记者会要问到教练，还有2位球员，队长阿飞还有陈怡如。那首先来问教练 ，Congratulations, Coach. Thank you. The 4th win in a row for the new seas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layers' performance today? Yeah, I hope we're gonna learn some lesson from this game. First of all, to respect every opponent, and the second, to play from the first till the last point if we want to make some result. So, congratulations to the junior team. They are really talented. They have some quality, but they need experience. That's why these games are very good for them. Okay. So we have to good rest tonight. Prepare for tomorrow. Very important match for us. OK， 好，那我接下来要问到怡如，刚才教练就有讲到说，他今天虽然赢球了，他们也称赞啊这个今天凯撒饭店联手队这一支年轻球队的一个表现。那我想要请教怡如的就是，今年换了新的总教练，那在整个训练方式跟这个比赛的内容方面，你有没有感受到跟过去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训练上面，现在总教练的话，他像欧洲那边，他们是练2个小时。然后是很高强度的，所以其实训练的时间就会缩短蛮多。但是你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在训练当中，不然你的训练的品质跟效果就会打折扣。那总教练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在要求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在比赛上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总教练是蛮大胆的，会去做一些让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动作跟调整，像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他让我去举球，就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让选手在场上是可以很充分的去发挥他们可能想要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技术，我觉得是有蛮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新的总教练今年在战术上快攻的比例还蛮重的，对不对？那
那今天刚好这场比赛，你们另外一个洋将 Blanco 阿雷好像有感冒的一个状况，你今天这样子会不会你怎么样适应教练今年这样的比较偏重快攻这样的一个打法？其实应该说，我们以往也有接触过欧美的教练，然后不会说因为今年快攻变得比较多，所以对我来讲有产生影响。因为毕竟已经打球打了那么多年了，所以只是说每次的战术运用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当然对于我来讲，我是选手，我就应该要把自己的运动表现跟身体状况准备到最好，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是我的责任。OK， 好，谢谢尹如。那接下来最后问到队长阿飞了。阿飞，你们先开季拿下了4连胜啊！我觉得今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季，而且今年感觉这几场比赛你的攻击真的在完全满血回归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发挥得很好啊！你对今年的自己这几场比赛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在赛前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完成每一场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专注力比较重要。对，因为你的责任很重，所以等于说我会把自己 focus 在球场上，所以也不会想很多，就是球来就打，对啊。OK， 那今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设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健康完赛就好。健康完赛。对对对。OK， 我们知道下礼拜你也要过生日了嘛，那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希望那接下来比赛都能够顺顺利利、健康出赛。Next question for Coach. Tomorrow you will face Kaohsiung Thai Power, a really good team. Yes. Any preparation for tomorrow game? Of course, we must have preparation for that team. Yeah. So last week we tried to prepare for that team, but it's not easy. They play at home. But if we play on the level like we played last week, we have chance to. We came here not just to play. We came here to win. Yeah. Okay. Thank you, Coach. Congratulations. 那当然，比赛就是打了才知道，明天就要来面对主场州的台电女排了。那恭喜极速超跑他们开季拿下4连胜。那时间交给球评。首先恭喜哦，这个极速超跑在今年的赛季里面拿下4连胜，唯一保持这个不败之身的球队哦。那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这个凯撒饭店呢展现出年轻小将该有的韧性，在第1局跟第3局的时候，确实把整个庞大的压力都带给了极速超跑，然后也打出每一局的一个好球。那我们看到极速超跑这个部分，在今天的这个拦网的并位布阵上面，并没有这么的确实，所以也让凯撒饭店得到了很多攻击得分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要去改进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啊，赛后记者会我们听到了这个极速超跑的教练，这位塞尔维亚的这个 Relic 教练有提到说，今天虽然赢了，但是他真的要替这个年轻的这个凯撒饭店联手来拍拍手啊！那开季保持不败的战绩，4连胜的极速超跑，他们下一场比赛啊，就是明天啊要来面对啊这个高雄台电女排啊。那明天的比赛也绝对会是精彩可期。对，好，今天这场转播最后，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极速超跑在今天丢掉第1局的情况之下，最后连拿3局，演出了逆转胜。那当然，第1局跟第3局面对凯撒饭店打得相对有点辛苦。是，当然今天的失误也比较多一点了。你看今天全场，那凯撒饭店虽然有28次的失误，不过极速超跑这边也有多达23次的失误。今天失误的确是比较多一点。不过今天整个在发球上啊，重新归队的卡拉今天还是展现他的一个攻击跟发球的这样的一个威力，而且今天在整个拦网得分方面，极速超跑今天做得不错。对，所以其实今天这场球赛只能说双方在整个失误上面都没有把握控制得很好。那只是说今天真的极速超跑真的球员上面，这确实经验值上面确实是优于凯撒饭店这边。好，下一场比赛啊，在这个星期是主场州的高雄台电女排将要来面对新北中先。新赛季才开始4个星期而已，两队已经是要第3次交手了。新北中先能不能胜场数开胡呢？而高雄台电女排能不能战机追上极速超跑？我们稍后马上为大家带来精彩转播。我是陈雅丽，跟球评黄宏金先跟你说声再会，我们在下一场比赛再会喽，拜拜，谢谢，拜拜。